嗨，大家好，我是苏珊。苏珊现在人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巴生一个叫永安镇的地方。永安的意思就是永远安康，不过这是我发明的啦。我们这里的人比较多是叫它永安。在我身后的就是苏珊从幼儿园到现在都会去吃的一个美食小贩中心这样子。但是它以前是没有这个屋顶的，所以不是小贩中心。它以前就是用类似这样子大把的遮阳伞，还有那种一只人，就在这些大树下，就围着这个大树，大家就开始卖食物了。然后环境也没有这样漂亮，也没有铺这些红砖，所以在这里的人都会把它称作为大树下。苏珊刚刚发现这里有一个早市，早市在马来西亚是叫做巴萨。巴萨据说啦是来自波斯语，然后这个早市刚刚看了一下，人潮很多，可惜天气不是很好，在下雨。有机会苏珊带大家来看看这早市，但苏珊是从来没有来过这早市啦，一般上会直接去那个大树下吃美食。你看这里还有一辆霸王车停在这里，做一个路霸，气死了！刚刚有一辆车经过啊。他不能过这条路，然后他就这样子过三退出去了。让苏珊遇到这种情况呢，也是感同身受，真的是很无奈。要顾及别人的感受嘛，让大家快快乐乐，要开启一个满满正能量、美好的一天。苏珊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傻掉，整个小贩中心都没有人。然后苏珊就跑去问这里有一个工作的工人，他就说：“哎呀，这里没有这样早的，这里要11点、12点才有人。平时是没有这样早来的啦，今天来太早了。所以等下我们叫一个猪肠粉先吃先，然后之后再叫苏珊在这里必点的阿萨拉萨。”现在开始，这个小贩中心有一些人流进来了。果然，苏珊还是来得太早了。那些商家，苏珊去问到有开始卖了吗？他们就讲，小弟啊，还要等10分钟、15分钟啊。我就果然，以前我们都是中午12点、1点这样开的。苏珊的幼儿园就在对面。永安幼儿园，以前苏珊在放学的时候，大概12点1点，苏珊的妈妈就带苏珊还有苏珊的哥哥，就去到这个大树下那里，然后就吃。然后我们必点的就是这个阿桑拉萨，阿桑拉萨就是我们一定会吃的一个美食，不愧是槟城出生的苏珊。然后当时苏珊大概才5岁这样子罢了，然后就可以吃这个很酸很辣的食物。不愧是马来西亚人啊，吃辣一流。而且我刚才看到那个 coconut shake， 来巴生也是有 coconut shake。看来大家都是从那个早市买了一些菜肉回家准备煮东西的时候顺便来这里吃午餐。苏珊的流程乱了，跟他们不一样，苏珊都睡太晚，都直接来这里吃而已。
刚刚有一对母女啊过来，他就问：“哎，收档了吗？那么快？”苏珊就告诉他们：“没有，才刚开。”果然不是只有苏珊一个人是这样想，原来是下午。好饿啊！好，留一碗。八宝汤啊，冷的。冷的，在那里。我拿过去给你。啊，可以。呀，Ada bos. Ada? Ada sekejap ya. OK。终于来了，等了1个小时的第一份食物，我变来这里也是必点的，还有一个八宝汤。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薄饼，这薄饼它里面有什么？它里面有黄瓜，还有膀胱，膀胱是叫沙格，然后 OK 来多少钱？来12块半，12块半可以，我应该有半。OK， 没关系，谢谢。12块半 ，OK，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喜欢要咖喱水吗？我有咖喱。好，咖喱，然后我另外拿一只辣椒给你。OK， 谢谢。猪肠粉也到了，你看才12块半，这样多料。茄子我必爱，八宝汤也到了。开动，刚刚解说到一半，这个沙果、黄瓜，还有这个应该是豆干碎，先来一口先，我不管了。OK， 谢谢。好，辣椒酱给你。对，谢谢。太子贡要多拍一个。这样点可以。红盘标。不要，谢谢。 OK， 谢谢你。有什么再叫我了。OK。无辣不欢。这个薄饼刚才咬下去，它有一股那个油香味。我刚刚才发现它里面是有放了这种，我们叫什么？炸葱油。葱头油，对，就是叫葱头油。这薄饼它里面有放那个葱头油，所以会吃到一个很香的葱头油味道。然后里面还有腊肠，这样子才6块半，还有腊肠耶，腊肠现在很贵，味道还是没有变。然后那个沙果的甜甜的那个甜哦，会中和掉它那个油腻，搭配起来就非常好吃。这薄饼是在巴生随处可见，苏珊阿妈做的薄饼才是一流，那个哦是没有人可以比的。但是它跟这些不一样，这些它的这个沙格是炒甜的，苏珊的阿妈呢那个薄饼哦是炒包菜、炒膀胱、炒虾米，然后是属于咸口的，这是甜口的，然后再加上阿妈自制的那个我们叫鸡蛋炒辣椒，哇，绝配！色相先吃，而不先吃后吃。我们现在看这个，不对，我们应该先看它八宝汤里面。这八宝汤里面，它刚刚有讲有龙眼，这个白白的我不知道什么，然后有薏米，那个应该是叫八宝，有红豆，然后刚刚这样子跟那个薄饼加起来的价格是6块半，先试看呢。哦，它红豆是大粒的嘞，不是小粒的。吃了有一种很养生的味道，不会是叫做八宝汤，养生。
现在就到猪肠粉了。刚刚那个老板就很热心，那个老板就说：“小弟，辣椒酱给你啊，要不要 ？”OK， 辣椒是必备的。小弟，咖喱水又有咖喱水啊，有什么东西记得叫他。这个老板的服务 nice。OK， 我们现在介绍美食，所以我就叫了这个猪肠粉必有的琼饭，就好像这世间必有的那一种琼饭。它有分圆的跟扁的啊，还有我们叫倒鸡，也是必备的啦。当然，蔬菜每一次叫一定会拿的。茄子酿豆腐，它里面酿的是鱼圆，吃茄子对眼睛好，所以苏珊的眼睛特别啊。你看，好到戴眼镜了哦。叫你小时候不要躲在背看漫画了啦。啊，还有这个干贡。干贡是这个比较少见的，只有在这个银安这里才有。干贡搭配这是绝配。我们先来一口，来一口什么呢？当然是来这个琼饭，辣椒。还是原本的味道。不过苏珊废话了那么多，有一点凉了。是哈，干贡。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吃法，等一下苏珊吃完了展示给大家看。我们来蘸点咖喱水，它的倒鸡，果然苏珊不是传统的男人，还是比较喜欢蘸咖喱水。猪肠粉这道美食啊，虽然好像很简单，就是把这些食材丢去那个汤里穿烫一下，然后淋上这个甜酱就完成了。但是越简单的食物就越体验你的功夫，因为要看你穿烫的那个时间长度。这个商家他穿烫到刚刚好，就是他刚刚我咬的这个羊角豆它是脆的，然后又不会太软，只是它的酱就苏珊不是特别喜欢，因为它的酱比较偏浓一点、甜一点。可能那个老板就看苏珊，哇，小哥那么早就来等我了，给你浓一点，可惜就有一点破坏了。甜酱呢，咬下去是有一点像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沙茶酱、抹茶酱，就是粉粉的，然后带一点点微甜，然后又不腻。所以这么甜的食物，这么浓郁的酱汁要怎么中和？那商家就很聪明啊，就给苏珊这碗咖喱水点下去，不只可以中和它的甜，还带一点辣，绝配。就好像豆浆跟油条，中国茶跟马古德，苏珊跟刘亦菲。苏珊感觉倒下去才是绝配，很多地方也是有卖这个猪肠粉搭配咖喱水，可是在这个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这种冷天气这样搭配吃咖喱啊，真的是可以暖你的身子。嘴巴痒掉了，以后普通的猪肠粉不吃了，以后只吃咖喱猪肠粉。苏珊现在介绍你们一个猪肠粉的隐藏吃法。首先，把酱保留一点。紧张了，紧张了。OK， 不要太多。
隐藏吃法来的，就是个酱，还有搭配汤。然后老板娘刚刚还问我，小弟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做拍摄的，探店是我的兴趣，我就来探店。然后他就讲，有什么不满意？苏珊就很老实的跟他们说，你的酱有一点粉，以前不是这样的。他讲可能就是有时他们来到的货那个质地有一点不一样。然后他讲有什么不满意跟他们讲，他们可以改进。这是肯学习的一个老板和老板娘 ，nice。这个汤呢，其实就是他们刚刚在撒那些。就是他们在穿烫那些酿豆腐啊、那些肉丸啊的一个热水，然后穿烫完之后就会变得一个高汤。接下来这个汤要怎么喝嘞？首先先给它搅拌，然后为什么没有汤匙？因为最传统的方式就是这样喝，没什么味道，但是就是传统的味道。Berapa? 8,5 boy. 8,5. Deal. Thank you. 必点阿萨姆拉萨，还有这个 raw 酱，上次那个也是 raw 酱，不过这一次的是水果 raw 酱。期待很久。阿萨姆拉萨曾经在2011年入围全球50大美食第7名。好，我们来看它有什么料。这就是苏珊从小吃到大的。上面这是虾膏，有些人不喜欢，因为它的那个腥味很重。一粒，然后有黄梨，这个干崩鱼，灵魂材料，然后还有大葱。也是灵魂，薄荷也是灵魂，全部都是灵。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呢，再搭配你看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桌子，还有这种椅子，都是当年苏珊在幼儿园的回忆。当年他们用的就是这个桌子，这桌子至少也有30年了。阿萨姆拉萨搭配的这个面条，在马来西亚是叫做乐粉。可是后来苏珊去这个新加坡，他们那里是叫做粗米粉，不同的叫法，不同的叫法。先来尝一口汤头，回忆的味道。虽然他们讲阿萨姆拉萨是要吃饼类的，但是对苏珊来讲，阿萨姆拉萨就是要来平安吃。刚刚苏珊的姐姐妹妹还叫苏珊一定要打包阿萨姆拉萨回去给他们吃。看，这就是华生人的这个共同的回忆。是看那面条，它面条煮到刚刚好。它跟新加坡的粗米粉又有一点不一样。新加坡的粗米粉它是那种像米粉的口感，这里的它是比较 Q 弹有弹性的。这个汤头，它喝下去是非常浓郁的那种鱼汤的味道，然后带蛮重的那个腥味，就好像你这个人在海边吹着海风吃东西，就是那个感觉。然后它搭配这种黄梨呀、黄瓜，或者有的人叫青瓜、洋葱啊，都是可以中和它的这个腥味。这个腥味不是一个贬义词，是褒义词。
就好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潜水过？虽然苏珊也是没有，只被老板以前苏珊有一个拍摄的老板带着下潜一直，就好像置身在海洋当中，就是那种感觉，鱼群围在你的身边，然后再来一口甘蔗水，就好像浮上了水面。哦，真的很好吃诶！很多人都讲它是跑了，那个味道不像以前的。可是哦，我现在吃哦，明明就跟以前的味道还是一样。很多人都说，这个阿萨拉萨的味道变了啊，因为不是以前的那个老爷爷老奶奶做，诶，现在换成一个安哥了。没有记错的话啦，是他的儿子。可是苏珊吃起来啦，那个味道是一样的，所以他的手艺是有被传承下来，这是一件很值得欣慰的事。因为很多老味道它都渐渐消失了，然后，这味道还是被保留。就以前啊，苏珊啊，每一次吃阿萨拉萨就是，那个公公跟婆婆做的阿萨拉萨，没有记错啦，我忘记有没有被篡改，还是平行时空，反正就是记忆中的味道。每一口都是鱼肉。哦，还有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吃阿萨拉萨一定要吃到薄荷，它那个薄荷的香味真的是完美。阿萨拉萨为什么叫阿萨拉萨？阿萨其实是一种果实，它是一种香料，一片的，应该是一颗的，然后它切片，然后如果你们有机会拿到那个果实，你去闻那个味道，基本上它就跟这个阿萨拉萨是很像，就是只是多了鱼肉的味道。然后在槟城，这个不叫阿萨拉萨。在槟城，他们是直接叫拉萨，但是你在槟城以外的地方，你如果叫拉萨，他就给你咖喱面。不要问苏珊为什么知道。完美，汤头也喝得一干二净。阿萨拉萨对苏珊来说是美食，可是它好像榴莲这样，有些人接受得到，有些人接受不到。想当年啊，忘记是多少年前了，有一次就苏珊在拍一部电影的时候。那时候苏珊是场记，就有一天就休息，其中那部电影的男配角刚好就在同一个酒店休息。苏珊还记得那个男演员呢，是非常有范的，他是从小有被送过去少林寺学武功的，这是苏珊憧憬的一个想象。苏珊从小也很想上少林寺学东西，看太多那个以前香港的武打片了。然后那个男配角哦，他在休息的时候，他就拿出一本金庸的武侠小说，不是看手机，就在那里看。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休息的时候，苏珊就带他去吃马来西亚美食，就在楼下突然发现阿萨拉萨，故事就来了。苏珊就跟一般朋友，然后就带这个男配角。就去吃这个阿萨拉萨他现在好像还有在演一些电视剧什么，不过我没有去关注他的新闻。
反正他就坐下来，就看了这碗东西。那个海的味道扑面而来的时候，苏珊就发现有一些不对劲啊。苏珊就说：“如果你不适合的话，可以换别的食物。”他就说：“不行，我一定要试看马来西亚的食物是怎样。”他就硬着头皮喝了一口汤，吃了一口面。苏珊就说：“不用勉强。”就把他的那个虾膏给捞走，至少没有了虾膏，那个腥味就没有这样重。他就硬着头皮把面吃完，很明显他整碗汤是保留的，配菜那些鱼啊，那些黄瓜、黄梨跟那个薄荷他吃完，因为那些是可以解腥味，所以苏珊从此以后就知道，如果吃不惯这些特别食物的人，就不要带他来尝试这个阿萨姆拉萨。它就好像臭豆腐这样，既臭既香。马来西亚人的口味，榴莲、臭豆腐、阿萨姆拉萨。好，接下来就是这个 rojak， 在马来文有着混合的意思。比较好的一个解说叫 assorted 炸鸡，这个跟上次的又不一样。上次的它的那个 rojak 是类似花生酱这样，就是有一点甜甜的，像一般上我们吃沙爹会点的那种沙茶酱啊、沙爹酱。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也是带腥味的，这种黑色的酱它也是一些阿萨姆。第一个就是芒果，好酸。那还有罗家必备的脆饼，上一次是暖的，这次是脆的。它跟阿萨姆拉萨一样，如果你不喜欢阿萨姆拉萨，你就接受不了这个；但如果你喜欢阿萨姆拉萨，你就会非常爱这罗家。这个罗家，它不止味道跟阿萨姆拉萨一样，它连名字也跟阿萨姆拉萨一样。如果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你叫罗家，它有可能是给你这个，也有可能是给你苏珊上次吃的那个花生酱，然后那个狗狗在小便。反正你要小心。当你叫罗家的时候，你就要确认是水果罗家还是罗家。很好耶，就是还有这搭配也是有黄瓜、黄梨、芒果。就当你吃到很腻的时候，就可以吃一些这些节目。虽然对苏珊来说不存在腻这件事，所以当你要叫罗家的时候。如果你讲罗家，它一般上是给你花生，因为我们分两种，罗家就是花生酱了，水果罗家就是这种黑酱了，它主要是水果，然后那些脆饼是配料，而那个罗家它主要是那种饼啊、马铃薯啊、鸡蛋啊，也没有水果。等聊1个小时是值得的。打包饼，焗盤嚟食。
马来西亚是一个热带雨林的国家，经常会下雨。你看，现在就下雨了，然后大家都很快的正在收拾他们的东西，没有生意做。今天早上。